大家好呀！哎呀，这个 NE 厂跟阿卡姆厂这个猫女的这个对比啊，我终于可以出了。因为之前等 NE 厂补的那个战斗头，这个拼好头等了差不多1个多礼拜吧，反正拼了好几次。现在这个头终于拼完了，所以来出一期这个视频。然后我们可以直接从包装上来看，这个阿卡姆是左边的啊，NE 厂是右边的，两个包装的质感的话有明显的区别。这个的话比较亮一点啊，然后它这个的话，其实一开始说那个有过设计啊，然后其实它只是在这边放了2张那个官图，然后 NE 厂这边的话就是很正常的一个山口的一个标志，对吧？惊喜山口的这样一个标志，然后下面把那个海洋堂的标志去掉了。然后其他的部分的话呢，它里面的这个就是背面部分这边的话是有一些稍微有一些细节，然后 NE 厂这边的话是把那个细节都全去掉，只留了那个图片。然后纸质的话呢，阿卡姆厂的这个其实还可以，NE 厂的这个是有点单薄的啊，差不多这个样子。然后内包吸塑部分呢，其实两个的吸塑外层有点区别，高度不太一样。阿卡姆厂这边的话大概只有一半的样子，然后 NE 厂这边是做到底的，所以从观感上来说的话，其实差不多的，布局是一样的。然后阿卡姆厂这边的话，特点头是装在另外一个吸塑那个自封带的这个袋子里。然后它里面这边的话呢，区别其实不大。NE 厂这边默认开盒的时候是带的是战斗的这个面雕，然后那个普通的那个头是放在里面的。我现在是调整了一下。阿卡姆厂这边的话就没什么问题，都是一样的。然后阿卡姆厂这边的话呢是用自封带来装这个替换的这个手型，然后 NE 厂这边的话呢是有一个手型的这样的一个支架。然后其他的细节部分的话呢，阿卡姆厂这边它有用那个胶带。这边贴了2层，等于说把这个配件啊什么的固定一下啊，因为它这里面有一个什么项圈，有个宝石什么，比较容易跑丢。然后呢，它这边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口，有一个那个凹槽，但是它里面的那个零件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是装在那个身体上的，然后我直接把它取下来，差不多是这个样子。我们先从本体来看啊，本体的话呢，其实那天拍的那个照片上来看，可能有人会觉得那个 NE 厂会比阿卡姆高啊，但实际上的话，就放平的来说的话，其实 NE 厂的缩模会比阿卡姆的缩模会多一些，然后总体的话大概缩了半个毛耳朵的样子吧。然后从质感上来说，可以很明显的看到区别啊，就是 NE 厂的这个的话，色泽是更偏向于海洋堂的那个质感，就是纯黑色的，然后加一些皮衣的细节。然后阿卡姆这边的话呢，看上去是什么？看上去是那种灰色、深灰色的那种底色成型色，然后上面在黑色的这个细节处，这些蜂窝状的细节处上面上了黑漆，所以呢，看上去就是有明显的2个明暗的一个变化。然后面雕部分的话呢，这2个其实还是挺明显的，因为可能在光照的情况下看的不是很明显。阿卡姆这边的话颜色会更黄一些，找一个比较明显的，就是你可以看到这个 NE 厂的这个的话是更白一些，然后阿卡姆这边的话就是从颜色上来说看上去要更黄一些。而且呢有个区别，就是它这边的话2个可动眼的这个 NE 这边是比较丝滑的，整个是个圆形啊，波动起来的话也是比较顺畅的。阿卡姆这边的话，它因为翻模的这个精度的问题啊，它这边会有一圈，所有的眼睛都有一圈明显的这个合模线，然后有了合模线以后呢，就看上去波动起来不是很方便，然后呢会有一些歪，然后加上它里面的那个印刷啊，其实2家厂都印的不是那么的居中。可能海洋堂自己它本身也不是那么居中啊，所以这个翻模其实问题也不大，能够摆到自己想要的这样的一个位置。然后这边的话呢，就是我现在放了大概2周左右吧，它整个的脖子其实关节什么，阿卡姆这边的已经有点打快板的这个样子了。它这边的话，那个关节部分啊，阻尼感呢是有的，但是呢还是就偏松一点。然后腰部的话也是一样，就是阿卡姆厂这边的话，开合这边的2个那个大腿根的关节是互换的，装反了互换，然后可以拔下来以后进行一个替换，两边兑换一下就可以了。然后 NE 厂这边的问题呢是，它开合以后里面的那个 Y 字形的那个关节，就是大腿跟 Y 字形的关节呢，可能阿姨或者这个大妈这种的直接装反了，它是本来是应该冲前的，然后它冲后了，所以呢这个关节会歪一点，歪了以后呢，就是它不就是前后的那个活动会有点。阻尼感会多一点，然后它这个的话，开合我这边 NE 厂这边的这个大腿根关节，就是那种摩擦的那个声音会比较明显啊。现在活动多了以后，其实就挺顺畅的。然后呢，这边2个这个关节。里面的这个2个关节有点类似于之前正版的那种，就是活动多了以后它容易脱出嘛。然后它其实里面等于说是球形关节里面，你可以加一圈那个纸巾或者是502抹一圈，然后等干，然后这样的话装上去以后就是不会那么平转啊，什么不会那么松啊。现在就是没什么问题。NE 厂的整体的关节会比阿卡姆厂的要紧实一点。然后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客服那边跟我说，就拼好头的时候再跟我说的，就是可能是出厂的时候那个安装的师傅啊没安装到头啊，所以它这边的话会出现这种肩关节。肩关节这边的话，就是开合就有可能会裂，因为它这个里面可能会有一个阻尼关节嘛，阻尼的有一圈，然后安装的师傅没有安装到头，没有摁到底，所以呢，在运输的过程啊，然后一直这样撑开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中，他就把这个关节就是它撑开了，所以他现在呢，他说已经跟工厂这边已经交代过了嘛，所以接下去的第2批或者说后续的那个的话，可能这个肩关节还有就是膝关节的这个爆开的这个概率会降低很多吧，应该是，然后。
客服那边现在跟我说的就是，他可能在第2批或者今后的这个，他如果可能的话，也会加上那个像特点头，有了特点头，然后再把那个关节稍微就是关节的这个问题改良一下。然后呢，我跟他提了一下，就是你能不能把这个里面的这个白颜色的这个关节啊，NE 厂里面的这些中间的这个腰部，然后腹部，然后这个大腿根的，然后这个大腿平转有1、2、3、4、5、6，有6个关节，这边有6个关节的话，就是从白色的这个关节重新调成那个黑色的。然后他说这个是没什么问题的，就看后续他们到底做不做吧。因为本身其实它里面用的都是这些黑色的关节，我也不理解为什么它里面的这些反而要用白色的，等于又重开了一次这个用了一次料嘛，所以很奇怪。这边的话，阿卡姆厂的这个关节就是已经有点怎么说，就是将松不松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了啊。肤色的话也确实是比较偏黄一些啊。同样在灯光下 ，NE 厂的这个的话会更白一些啊。当然还达不到那个海洋堂正版的那个白色嘛，啊，那主体这个的话基本上是这个样子，没什么其他的问题。然后细节的话，大家半斤八两，因为整体的猫女这个的涂装部分其实不是太多，整体都是黑色的皮加一些银色的这个细节点缀，然后上面有一些这种黑色的这种勾线，所以这个涂装这个部分的话，大家反正都差不多。但是阿卡姆厂这边因为是在灰色的上面上了这个深色的这个黑色嘛，所以它这边的颜色出界的这个状态的话，其实控制的还可以啊，不算太严重。然后有个区别就是 NE 厂这边所有的替换手，它都是没有那个上那个就是银色这个部分，我这个是后续加的，因为默认的话就是这个样子。默认就是一个纯黑的一个成型色键，然后这边的话，那个指尖部分它都是没有上那个银色，我这边只是拿了个那种丙烯马克笔稍微上了一下，只是有个区别。然后阿卡姆这边的话呢，它有上，然后颜色部分的话呢不是特别的明显，它有区分，但是不明显，而且呢就是做不到那个像正版那个样子，就是尖端比较尖锐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啊，它其实做的还是有点粗糙的。然后细节一些配件啊，这个皮边的这个配件，NE 厂这边偷色了，少了一个涂色，然后阿卡姆厂这边的话没什么问题。大小部分的话，因为有缩模的关系啊，可以看到就是 NE 厂这边其实是要小一圈的。然后这个造型的这个鞭子的话也是一样，那个因为是软胶关节嘛，所以它这边的这个就是零件部分其实凹洞的其实可以比较多。然后呢，这个造型用的鞭子的话 ，NE 厂的这根是短一些，但是呢它这个比较柔软啊，比较好掰。然后阿卡姆厂这边的话比较硬，但是呢它又比较长，又硬又长以后呢，有一个问题就是它拿在手上的时候有点握持不住，稍微会重一点，有点类似于像那种金属的那个那种钥匙圈的那个武器。然后这边配件的话 ，NE 厂的这个宝石就还比较正常，阿卡姆厂这边正常。如果这样我拿着看，你们就觉得是不是应该像一个苹果啊或者什么之类的，对吧？那它其实是这种宝石。然后颜色部分的话，宝石部分差不多都用的是金属红的这个漆，然后。这个项链部分的话，细节上来说，翻模的话 ，NE 厂的这个翻模会更细致一些，然后涂装也会更好一些。然后那个项链的话，我这个相机拍出来可能没有那么明显，实际上看的话，阿卡姆厂这边的这个颜色更偏黄一些，有点类似于黄金色的这种。然后 NE 厂的这个的话是有点偏土黄色的这样的一个金属漆。然后颜色部分的话呢，这个细节部分的话其实是差不太多的。NE 厂能够看得出它其实是有一个像狮子头一样的造型，但是阿卡姆厂这边已经糊的不成样了啊，差不多是这个样子。然后宝石堆的话呢，就是颜色上的区别啊，里面的一些细节。阿卡姆厂的这个涂装确实是差一些 ，NE 厂的这个涂装的精度来说要好不少。然后在一些这个就是前臂的这个造型上，对吧？阿卡姆厂这边的还有点缺啊，差不多是这个样子。然后零件部分的话，阿卡姆厂分了2个零件啊，上下盒。然后呢，就里面可能会有一些水口残留啊什么，所以它这边没有完全的贴合。NE 厂这边的话就是1个零件，所以会有明显的这个缩胶。然后这是阿卡姆厂的这个特点啊，这个特点的话呢，其实还可以啊。然后别人有的就是纯色啊什么这种纯线可能涂的不是很好，然后我这个其实看着还行。然后它这边的话是自带了一个不一样的一个脖子，这个脖子的话比那个标准版的这个少了2根线，少了2根像绑带一样的一个线条。所以这个如果说之后 NE 厂如果要出的话，可能这个脖子也要单独出一个新的，不然的话这个就有点偷懒的嫌疑吧，算是。然后这边的话是战斗的这个头，我这边这个 NE 这个拼好头拼了1周啊，然后到手了以后其实还可以吧。然后阿卡姆的这个有点喷色喷到了镜片上，所以颜色会有点奇怪。它这边的话，这个阿卡姆这边是头是不能拆的。然后我这边 NE 厂的这个的话，是因为拼好头嘛，所以它分了一次又一次的过来，所以让我可以看一下它里面的一个内部结构啊。然后它这边的话，因为这个接口是不一样的啊，所以跟普通的这个造型其实是对不上的。它里面的话是2个完全不同的这个造型，一个是一横，然后这边的话是一个像类似于多边形的这样的一个造型。
所以它这边后面的话就是给的零件也是不一样的。然后 NE 厂的这个的话，造型有1、2、3、4个号码，然后分别代表不同的这个面雕。然后那个阿卡姆厂也有，但是它这个的话不是很明显这个字非常的小，我有点对不上焦。在这个上面会有非常渺小的这样的一个数字对应每一个头雕。然后这边的话，数字的这个编号也是不一样的，两家的那个编号是不一样的，所以它不会有这种问题。然后这边的话就装上这个头，然后因为它这个什么问题啊？因为它这个颜色就是 NE 厂的这个颜色的话是更偏向于这种正版的这个，所以它这边的后面的头发后面还有一小撮的这个头发造型，其实也是用的是黑色，所以颜色上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然后阿卡姆厂这边的话，因为它本身是个灰色的成型色，所以它这边的话头发的这个颜色从后面来看的话，其实它是个灰色和那个就是零件本身的这个颜色是一样的。然后它在旁边又上了这种黑色的漆，所以看上去的话，这个阿卡姆这边的头发是灰色的，NE 厂这边的头发的话是黑色的，没什么问题差不多是这个样。我这边这个拼好头以后呢，还是有点这个眼睛是有点歪的。然后唇线部分的话呢，大家半斤八两都差不多的，差不多是这个样子。然后有一些这种小的这个细节的话 ，NE 的这个比较相对来说是装的比较牢固的，不会出现那个它掉下来它这个的话就是安装的还是比较牢固的替换。然后这边的话。NE 的这个后面的腰带后面会有 DC 的这个字样，这个和正版的那个猫女是一样。我看了一下正版的那个图，后面也有这个字。阿卡姆厂这边的话没有这个字。然后阿卡姆这边的这个零件会就是孔洞会大一些，然后呢零件会稍微小一些，所以呢它这边能装上。然后装上以后呢，它其实比较松动，一碰就会掉，其他的都没什么问题。去掉了这个关节的这个问题以后，我们总结一下吧，就是去掉了这个NE 厂这个肩关节和大腿跟膝盖这个关节的那个抱关节的这个问题，然后再加上脖子松的这个问题，然后解决一下这两个松动的问题解决了以后呢，其实我觉得更偏向于推荐 NE 厂的这个，因为新厂嘛，还是想把东西做好的，所以呢，它这边的话，不管是从就是售后的这个态度售后的这个速度来说，还是它这个降价的这个幅度，而且现在看了一下，NE 厂这边现在是55。然后阿卡姆这边降价降到了大概62左右吧，所以两家来说的话都是有一些这个价格优势的。就是如果说对老艺术家有信心的话呢，其实入阿卡姆厂也没什么问题。然后 NE 厂的这个的话，其实如果按照他那个客服说的，后续加那个特点头，然后改善一下关节的话，那应该会比那个阿卡姆厂要更有竞争力一些。然后其他的这些配件什么，我觉得都是差不多的。因为本身有些人买了这个猫女以后，就是为了来换头嘛。如果换头的话呢，其实大差不差，你入阿卡姆或者入那个其实都差不多。然后还有一点，我就稍微说一下吧。我因为之前拼好头嘛，所以那个容错率多了那么大概2个头的样子，所以我这边的话尝试像那个贴吧老哥的那个做法一样，因为原先那个官图里面的那个脸比较偏鹅蛋圆圆的，所以根据贴吧老哥那个做法，就是磨这边这个脸正常脸的下半部分，然后直接把它磨尖一点，以后呢，效果其实看上去确实要好不少，比原装的这个样子要好不少。而且整体来说，我为什么是在磨那个 NE 的这个？因为确实白色的肤色确实要比黄颜色的这个肤色看上去要舒服。黄色的这个你再怎么磨，而且这个眼角的这个眼角这种眼线什么的线条来说的话 ，NE 的这个确实都还就是粗细看上去要细一些，舒服一些。然后阿卡姆的这个的话稍微偏黄，然后线条的话会粗一些，然后磨完了以后感觉应该也不会太好，所以我这个阿卡姆这边就先搁置了，主要就是以磨那个 NE 的这个位置。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觉得这个面雕磨完了以后是不是会感觉好一些吧？那就差不多这个样子。我这个对比的这个视频就拍到这边我们下个视频再见，拜拜。